like the channel, my name is Sheila.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现在来到了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最后一个了，爱沙尼亚。我们现在就在塔林的老城区这边，这里也是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了。看一下，今天星期日刚好有这个假日市集，非常的热闹。我们这边稍微逛一下，然后带大家参观整个老城吧。从广场走过来，这边很大型的这个哥德式的建筑就是塔林市政厅了。这个也是被记录是在整个北欧地区唯一的一间哥德式的市政厅。那它今年刚好是700周年的生日了，可惜今天星期日没有开，我们来错时间了。Alexander Nevsky 教堂有没有很熟悉啊？我们之前在保加利亚 Sofia 的时候，那一间大教堂是同样的名字的，应该是同样一个圣人。那我们今天参观一下这间东正教的教堂。这间是建立于19世纪的东正教的大教堂。那它当初就是在爱沙尼亚正要独立的时候，当时的人们觉得不想要保有俄罗斯元素的教堂在这边，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原本想要拆除，后来最后决定是把它保留住，然后重新的再修建了一下，才有现在目前的这个风貌。它这间教堂的圆顶也有带点一些穆斯林的元素。那这是有月亮的，而且它的十字架是双十字的。那就在这个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后面这里，这里呢就是国会大厦了。可惜我们今天是星期日来，它是没有开放的，不然只要是周一到周五，它这里是有开放可以参观免费导览的。那我们再继续往上走吧。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后方，这里就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这个塔林防御工事塔。西元1300-400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这个城墙，作为防御的作用。看一下这个上面有很多这个小窗户，这些都是可以架出火炮出来攻击敌人的。看一下这边有好几座这个防御塔，中间的这一座就是主要的塔楼的建筑，也是有很多个窗户，这些都是当初可以用来攻打敌人的这个炮塔。然后小小的这个就是它的最小的这个小塔 Tali Tower。那我们现在进去城门里面了。一路走下来，这边这个闸门就是长腿门了。在整个塔林这边有好几个城门口，进了这个长腿门就已经进到这个主要的市区里面了。从市政厅广场走过来，这边有一间历史博物馆，但是我们这次没有要进去博物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条历史的通道。一直到1914年世界第一次大战后，在1918年爱沙尼亚就终于独立建国了。然后1997年的时候，爱沙尼亚的塔林也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很特别的是，他们连未来的事情也记录进去了。2136年的时候可以看得到日食，然后2418年就是爱沙尼亚500周年纪念日。在波罗的海三小国这边，大家都是支持乌克兰的。前方这个就是俄罗斯的大使馆，现在已经关闭了。大家直接在俄罗斯大使馆谴责他们的一些罪行，大家都是非常抵制俄罗斯这个战争的行为，希望早日乌克兰的战争可以赶快结束，让世界又回到之前和平的状态。在这边很多建筑都是跟拉脱维亚是同样的名字的，像我们刚才在前方看到的那个历史博物馆，它是大基尔特之屋。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边，也是我们在拉脱维亚有看过，它是小小的一个黑人头，这边一样是黑人头商会，那它现在是作为音乐厅来使用。这间黑人头兄弟会的这个石雕都已经非常的破旧了。跟我们之前在拉脱维亚看到的那一间建筑非常的不一样，拉脱维亚那一间是非常的华丽。继续往北走，这里就是圣奥拉夫教堂，这在13世纪初的时候建造完成，当初大概是130公尺。那在16世纪的时候有扩建到它的高塔达到159公尺。在16世纪初的时候，这一间教堂可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啊！这间是建于13世纪的哥德式的教堂，在二战的时候被苏联轰炸到严重的破坏。就连里面的内部也都被摧残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一些战争的疮疤。还好当初有及时的把里面的一些历史文物及时撤离，导致现在的一些我们还可以看得到最原始的风貌。我们在李家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一个三兄弟的建筑，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塔林这边，有一个三姐妹的建筑。它是 The Three Sister Hotel， 这个是在15世纪的时候就建造的一个牌坊，上面有3根，这个当初是可以吊东西使用的。我们沿着外围来到了这边是 Sauna Tower， 这个塔楼它是有8公尺高，而且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的波兰克拉科夫的影片，看起来这个城墙它的建造的工法是不是跟克拉科夫那个老城的城墙有点雷同呢？它旁边的这一座是 Nuns Tower， 那我们要继续往外面走，去一个 viewpoint 可以看到整个老城区塔林老城的观景台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老城的景点，今天也是我们波罗的海3小国的最后一站。明天我们要继续前往芬兰了，那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芬兰的影片，跟我们一起去北欧追极光吧。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Bye bye.